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很早就已经把数位游戏当成是艺术的一个产业。电玩电影化其实是当代的一个主流。其实台湾把游戏，或者我们把它称为是数位游戏这样的一个产业纳入到数位艺术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是这几年才发生的事情。那其实，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很早就已经把数位游戏当成是艺术的一个产业，大家谈论比较多跟艺术比较相关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游戏的一个类型的话，比如说像2012年左右《风之旅人》。那他在思考中，如果人类面对一个私语的环境，有一天我跟你完全无法以任何的语言，无法与任何的沟通方式交流的话，你还愿意跟我做朋友？你还愿意跟我形影不离吗？所以这游戏探讨了这个很有趣的方式哦。如果你跟一个线上配对的玩家，你们没有任何方式能够沟通、能够对话，但是你们还是愿意一起踏上这个旅程的话，最后你会知道那个跟你相伴，这个在天涯中，在这个世界上某一处联络的到底是谁？我们在谈的所谓的跨领域，那这个在返校或是刚才在讲《风之旅人》的这些游戏作品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很浓厚的电影感。或是一种文学的诗感诗性的那一种感受。那在这种感受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返校里面把60年代的这个台湾的一个社会情境容纳进去，但是我们在那个视觉影像、游戏设计、人物角色或是说整个场景的一个布置里面，其实我们看到非常多都是一种很我们在讲的电影里面的场景设定的那一种感觉。那其实这几年来不仅是这种比较艺术性的游戏，包括很商业性的游戏，他们都开始不断在讲跨界比如说从游戏跨到视觉艺术的领域，从游戏跨到了这个所谓的新媒体的领域，或是从游戏跨到电影的领域里面去，我们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一个例子电影电玩化或者电玩电影化其实是当代的一个主流，也就是说，游戏透过操作让你感觉就像在看一部电影。很多游戏透过一些运镜啊，透过一些视觉设定的方式，如果这个玩家可以从头到尾都不失手进行游戏的话，其实看起来就像一部精彩的动作电影。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像是 Uncharted 或是现在的秘境探险或者古墓奇兵，他们很明显的透过这种方式让整个电玩像电影。那反过来，电影也更像电玩了。台湾现在的游戏绝大多数都是走向这种所谓的 indie game， 就独立游戏的发展，因为可能受限于我们环境或资金的限制，台湾的创作者们或台湾的艺术家开始注意到，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想象，把我们的创意或把我们能力集中在少数而且具有创造性思考的这样的艺术氛围的游戏上。我很喜欢一块叫 First 的游戏他在讨论说，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大家都喜欢低头滑手机，任何时候都手机不离身，好像被它制约，所以他就想象说，如果你可以一天有一段时间不使用手机，那它就能长出一棵树。这种有点创意也不用耗费太多成本的独立游戏，可说是现在台湾创作者的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方向。